好，我们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创建我们第一个 Hello World 在我们 MVC 的专案创建一个 Hello World 的这个页面。那我们这个示范先都不讲太多的观念，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先快速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把一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给建立出来，那让大家抓一下这个，原来 MVC 的这个网页面建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样的一个结构，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好，那就是先感受一下MVC 开发的感觉。那先不讲太多观念，这个影片主要目的就是建好一个 MVC Hello World 的这个页面。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一样开启这一个 Visual Studio 2022。那接着建立新专案，这个页面应该已经示范了很多次了。我们这边专案名称就打 HELLOWORLD。好，那这边的话就直接都不改了，直接把它建立起来。好，那建立起来，它既有的这个基本范例就已经是有帮你建好几个页面了。我们直接就按这个启动不侦错来看一下，它一开始帮我们预设好的页面长什么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有这一个 Home 的页面，那有一个 Welcome， 那这边还有一个私的页面那网址是这样子，会有两个页面。那其实这个页面它是算是没有带任何网址，就是算我们的网站的首页。那其实这个页面它还有另外一个网址也可以把它叫出同样的内容，就是这个 home.index。那这可以看到 home.index 的这个页面跟网站的首页页面是一样的内容，因为两个是吃同一个页面。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建立一个这个 Hello World 的这一个页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位置要建立一个这个页面。那这边的话，我们因为还没有建嘛，所以当然是找不到网页。好，那我们首先的话要怎么样去做建立呢？我们这边的话就要先找到这个 Control 的，会是这个 Home Control 的在 Control 的资料夹里面有个 Home Control 的。好，那MVC 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模式，其实一开始使用者对你的网站做要求，程式会先进到这个 Control 的。那这个关于 MVC 这个架构后面会再陆续提到，这边就不再多做讲解。所以我们第一次先进来的会进到这一支，那这一支我们再去找对应的，就是该回什么给使用者。那一开始如果是 index 就会进来这一个回一个 view 给他，那隐私的话就会进来这个。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 Hello World 呢，当然就是我们就直接一个复制在我们这个 Home Control 的下面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方法，然后做一个存档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来打上这个，是不是就有 Hello World 的页面了呢？可以发现发生错误了，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错误已经跟刚刚不一样了，刚刚是找不到页面，但是现在似乎是有找到，只是好像哪里还没有写好。其实我们 Visual Studio 开发这个 SPNet， 其实它的错误的讯息算是相当好理解，而且甚至可以直接告诉你为什么错。像这边他就说我们找不到 Hello World， 那你可能要建立这两个在这个资料夹建立这个对应的这个 Hello World 的档案，它才能够正式运作。所以可能你看错误讯息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了。那简单来说，这为什么错呢？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view 下面还有一个 home 资料夹下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index 它一开始进来 index 会回传一个 view， 那这个 view 到底要回传什么呢？其实它会去找我们 view 资料夹有没有跟它同名的这个 HTML 档案。那 index 这边就有这一个 index 的这一个档案，那隐私这边就有隐私的。那我们 Hello World 呢，刚刚建立的 Hello World 的方法一样回传 view， 但是我们没有对应的档案，所以它就报错了。然后报错它也很好心的告诉我们说它在这两个位置都没有找到所以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两个位置其中一个位置下建立 Hello World 的页面基本上就可以运作了我们直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个 Return View 的 View 身上按新增检视，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空白的，然后这边选择这个 Razor 检视空白，不要选择这一个这个是 Razor Page 的一个项目档案不在我们这边使
用哦，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一个。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打 hello 好，然后做一个新增。那可以看到它直接就帮我们指定哦，就直接是新增在 home 的这个下面，我们就多了一个 hello world 的 HTML 档案。那接着的话，这里面要打什么呢？我们就先直接复制这个范本里面的这一个档案的内容，然后我们把它贴过来，接着我们再把它改成好。那至于这个是什么，我们之后会再解释。我们这边就单纯的就把它改成 hello world 这样子。好，那接着我们做一个存档之后，回到这一个页面。好，那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 hello world 的网址就会出现 hello world 的这个页面。刚刚有跳出一个热重载讯息，它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预设它是没有勾的。那在没有勾的情况下，我们来改一下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改上12，然后我们做一个存档。那这个时候这边没有12，我们去做重新整理，也没有12。那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12呢？就是当我们再去做一次compiler 的时候，有没有看到12才出现？那如果你每次改个网页，你都要再重新自己手动按，是不是觉得有点累所以这边有个功能，我们可以把它勾起来，档案储存时的热重载，翻译怪怪的，那就是储存时它会自动帮你做热重载，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等一下我们把12取消了这边有12，那我们去做一个存档，我们再回到页面，12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存档的动作它就帮我们去做一些热重载的动作。那热重载的动作就是它帮我们该编译的什么的就反映在我们的即时的页面上面。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手动再去做一个 compiler 或者是什么样的动作，它页面才会更新。更新的时机就是你存档之后，它会顺便帮你反映在你的浏览器页面上，你就不用一直手动去做那一件compiler 等等之类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勾，一开始它是没有帮我们勾起来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建立好了一个这个 hello world 的这个页面。这边我的范例还有说，这边的话上面没有这个 hello world 的连结，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呢？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 share 的资料夹底下有个 layout， 那这个 layout 算是一个主板型的一个设计的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改的其实就是这中间的内容，但是这上面的内容其实不在我们刚刚 hello world 的里面。你看我们 hello world 就这样子而已，那并没有这两个内容。那这两个内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 layout 里面，这就是 layout。那 layout 里面我们的这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会摆在这里面。那这个我们之后都会再详细的讲，这边今天就不讲，我们直接就把连结的部分改一下。那连结的部分在这里，那可以看到这个连结语法一个是 index， 一个是这个隐私。那这是什么语法呢？我们之后会再讲，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连结一样画弧做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这边 HELO 把它给打上去。那做一个存档之后画面上马上就出现 hello world。那我们就来试连一下可以发现就可以正常的是连到这一个 hello world 的这个页面。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示范算是一个简单的把我们 hello world 自己动手去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到底要怎么建立在 MVC 的这个专案里面。那其实在过程中就可以发现，其实 MVC 就是在建立档案的上面就不这么直觉了。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在 Home Control 的去建立比如说我们要 Hello World 的页面嘛，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这个 Hello World 的翻版，然后我们还要在对应的地方去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的这一个网页写网页的这个 HTML 的页面所以说你看档案分那么开，所以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不直觉，我们明明只是要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怎么还要好像要搞很多功夫但是其实在我们的 ASP.NET Core MVC 的这个专案下面，它已经把 MVC 的一些东西都已经设定的很简单。怎么说呢？我们今天其实你只要记规则什么样的规则呢？我们第一个规则就是在 Home 里面要有对应的这一个方法，然后还要在特定的位置之下建立对应的 Hello World。 那至于这两个档案之间怎么去做结合对应什么的设定，基本上你都不用设你就只要
照它的规则去做这个撰写去做白饭，你的页面就可以秀出来了。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先抓一个感觉。那这个影片基本上就先介绍到这边。那未来的话，影片会一步一步的去讲解说MVC 的架构是怎样，然后各个的这个关系观念都会再去用实作的例子去做这个讲解。好，那所以说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收看。